我前两天种草了一个榨油机，按那个卖家说的，这种古法笨榨的花生油吃着健康，炒菜还特别香。我寻思榨完可以给全家都分点呀，所以我一气买了30斤花生米。那炒花生的时候屋里得有40度，我感觉我们都要比花生先熟了。这机器我们也没使明白，鼓出了2个小时才鼓出这么多，完了还全是渣子，就感觉古法笨榨呀，我们就占了个笨。完家里没有酒精，这酒精灯里就点的这泡油，但点这玩意儿好像给我点一氧化碳中毒了。当时很多事儿我现在都没印象了。我姐提了个气管子给我弟打氧，我到现在没想明白为啥。后来剩的那29斤半，我们就琢磨拿石磨给它磨成花生酱，但是这一下就多个大火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发现还是一粒一粒拔最快，但这桌子上起码得有2万粒，这活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我们还得接着拔呀，就这画面在电视上看着，都得以为我们接受劳动改造呢。后来就爱咋地吧，我们拿花生米出去社交去了，车里坐不下了，就把大驴先留家磨着了。完开饭店的哥们非常热情，非要留我们吃一顿。我们当时心里惦记着大驴呀，是1万个不愿意啊，但是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他没办法。我们坐在那如坐针毡呢。后来看了会儿他直播拉磨，才解压了不少。完赶得也巧，他磨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回来了。该说不说的，他磨这个花生酱是真好。我发现拉磨这个事儿他确实有天赋。我仨决定以后不拖他后腿了，拉磨这活就让他个人干了。完剩了点花生，就连之前剩的芝麻一起做酥糖了。DL 自己磨了一宿的花生酱，我们必须得重视啊！拿它做了一个超大锅的海鲜砂锅粥。这一天一宿啊，花生油未遂，花生酱还给吃没了。从520干到521啊，难以想象啊！520这么好的日子一宿不睡，居然是因为拉磨，我掐了。我前两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一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，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人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、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5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完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！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万个想不到啊！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我今天早上上市场买菜，看见一个档口有一个特别大的电磨，在那卖现磨的芝麻酱和香油，那味儿老香了。我在那个摊主的极力推荐之下冲动消费了，我买了20斤芝麻回家自己磨。这回再用石磨吧，我们就有点经验了。我们上来就把眼罩套上了，但是芝麻并没有黄豆那么扛霍霍，搅快了就成渣子了。要想磨出很顺滑的芝麻酱，就只能这样慢慢悠悠的一圈一圈推，然后一次呢只能倒这1勺芝麻。这几盆我估计得盛个8000来勺吧。但磨芝麻酱不加水，石磨用就堵了。卖芝麻的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点点香油就好了。他这办法倒是好用，但是磨香油的时候往里点香油，那世界上第一滴香油是怎么来的呢？这10斤芝麻正好磨了10个小时，然后按比例倒入热水给它搅一搅，香油就浮上来了。哇，这个事儿太神奇了！它刚开始的时候就跟麻酱一样，但是不断的敲打就会浮上来很多油，而且芝麻在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寻思磨成芝麻油不得更香啊！我们趁热赶紧尝了一下，这10小时真不白干呢，它跟外面瓶装卖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磨这个香油一点香味都没有啊！我了，跟麻将磨了2个小时，实在是磨不下去了。已经磨了16个小时了，再磨就不是心态崩了，心脏就要崩了。
早晨倒点自制的香油，再倒点之前自制的蚝油，调个油碟。麻酱咋回事就别问了，你瞅我弟倒那玩意儿就明白了。我真服了，16个小时啊，那怎么香油不香，麻酱还干苦呢？完，我们昨天还特意在饭店借了一个奔驰锅，但家里电磁炉不行，我们又给它端到炉灶上去了，磨了一天一宿芝麻呀，到最后居然买的现成的调料，完蘸着吃顿火锅。我这一下彻底崩溃了。那原来我咋的也是一顿饭吃6、7个菜的手的呀，怎么现在一天吃一顿正经饭这么困难呢？我最近发现只用大米和水居然能做出来米线，这事儿我太想试试了，我从来也没吃过不放胶的米线呢。主要是我看了一个教程，它写的也不太难，它的原理呢是先想办法把馅米变成粘米粉，后面就跟做手擀面差不多了。我一看这个我行啊，但是奈何它人生无常啊。我们干了20个小时，但其实就干出来仨事儿。拉磨，冰了几瓶元气夏日限定的海盐水果，做米线失败。我后来半夜时候非常暴躁，因为之前不管做的好吃难吃，它起码有口吃的。你等今天这个，我们即将迎来的却是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米汤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教程，我发现这个傻作者好像是卖米线的，但是好在有粉了。我睡醒之后又研究了一下大姨和花花的教程，这回明显靠谱多了，但问题是它粘性够了，胶性不够。下锅之前都可好了，但一煮就碎了。后来我们又翻到了一个金点子，说把米饭蒸熟了，打成团的压面条。家里倒是有蒜捣的，但没捶2下，小胖就掉凳了。后来就拿地下捶去了，但是时间太晚了，怕这么捶把楼下老太太捶没了。然后为了减少地板的共振，就把我弟垫蒜脑底下了。但是这样有可能老太保住了，地没了，所以这个金点子我们也放弃了。看着这段直播的人，那纯属是掏上了。还有一个食品专业的学生给我们发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配方，但是我俩一起试了一下，在不加食用胶的情况下，还是没办法做出整根的米线。他后来还试图和我探讨如何能更优化，但我告诉他，你个人干吧，我干不了。我给他普及了一个比较冷门的课外知识，我说哪怕是一头驴，它的阳寿应该也是有限的。做了2天2夜，我们到底还是没能只用大米和水做出一份米线。第3天上午，我们把这2天失败的米线都打扫了，做了3天2宿，做出一锅骨汤大米粥配肉酱。那赶小胖讲话了，我们本来是想做全网最真实的美食博主，但现在最多算是个最真实博主，我们做不出美食来了。我前2天买了几个可可果，寻思要到520了，在家做点巧克力。这可可豆发酵可太费事了，不能冷着，不能热着，完了市场还得给它通风。我一天就给它换2次热水袋和热贴。我心说这哪是发酵可可豆啊，这不他妈伺候月子呢吗？这点东西一共发酵了18天，完一打开那味儿，差点没给我爷俩送走了。我当时都想给这点玩意儿扔了，但转念一想，毕竟干了18天了。咱说心里话，就我们这强度，驴的一生能有几个18天的？给这碗豆烘干炒香扒皮，整完都半夜了。不过石磨一拿出来，我们又开始兴奋了。我寻思这点豆磨半小时肯定完事儿了，但是人生无常啊，石磨太凉了，那磨一磨就堵死了。完加热还怕它炸了，好在我留了个后手，我还买了个石臼，但我纯是脑瓜让驴踢了。我买这玩意儿太大了，8斤的棒水拎都拎不动。完了我们用现有设备组了一道流水线，但就这速度磨呀，别说520了，7夕能吃上都算是烧了高翔了。后来我们开了个闭门会，史称513会议。在会上我们认定井里走的河里走不了，就赶紧给那石磨加热了。你说我也纳闷儿，怎么这家做个巧克力还跟生死挂钩了呢？不过石磨加热之后再磨就很顺滑了，但怕磨凉，屋里一直保持35度以上。后来那点可可豆一共就磨出来这一碗巧克力酱，这还说天亮之前能完事儿呢。等磨完了，楼下做核酸都来了。这个巧克力脱模了还是挺漂亮的，但吃之前我算了算账，买可可果花了320，相当于100块钱一板巧克力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么贵的巧克力呀，而且是用了20天0一夜，冒着被炸的风险做出来的纯手工巧克力呀。然后我们就怕它苦啊，熬的时候还加了一管炼乳。后来尝了一口，我气啊呀，那叫一个干难吃啊！我们甚至吃的时候还蘸了点炼乳，那都不行啊，那嚼一口就跟吃了一嘴中药渣子似的呀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后来喝了一瓶黄振龙，都喝出可乐味来了。